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究竟呢隻咁 Omicron 係咪已經取代咗 Delta 成為新嘅主流變種病毒呢？咁而家咧可以講就話，其實咧就未有定論嘅。我哋已知嘅咧就喺南非咧一笪地方叫做 Gauteng 呢個地方，即係約翰內斯堡嘅所在地啦。咁嗰笪地方咧喺過去2個星期之內，咁嗰個呢隻咁嘅 Omicron 病毒咧就由即係幾乎咧完全冇，就到咧就即係變咗好似大部分嘅 Covid 病症都係 Omicron 引起咁樣。咁呢個係局限喺嗰個地方咯。咁因為個數字唔係咁多，就本身咧南非之前咧嗰個Covid 嘅 case 咧已經唔係好多，佢係夏天嚟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咧就暫時就唔能夠作準。如果喺一啲本身已經 Delta 好多嘅地方有呢隻病毒入咗去之後，佢都係咁快變咗主流病毒嘅話呢，咁我哋先能夠睇得出咧，佢係取代緊呢個 Delta 病毒嘅。咁實際呢，佢嗰種好戲劇性就話，即係1個星期之前都係0嘅，過零2個星期之後呢，就變咗即係主流啊，即係全部都係佢。咁呢樣嘢呢，就而家都有啲專家提出質疑嘅，因為咧呢個 Omicron 病毒裡面呢，我哋發現佢有啲我哋叫 genetic diversity 啊，即係話佢裡面咧，佢唔係一種病毒嚟嘅，即係話佢裡面咧，佢骨幹嘅病毒咧都係 Omicron， 大體上係一樣，但係咧佢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可能有啲有雙眼皮啊，有啲可能眼睫毛長啲咁樣，即係話佢呢個 Omicron 嘅病毒裡面咧都有少少嘅分支嘅。咁嗰個分支咧就即係中間嘅變化咧可以相差，嗰個變異嘅數量可以相差到10個度嘅。咁一般我哋相信咧呢隻咁嘅病毒呢個 SARS-CoV-2 咧，佢嗰個變異嗰個速度咧就大概譬如每個月咧可能有2至3個咁嘅變異咁樣。咁即係話病毒嘅分支中間咧有呢啲小差別啊，去到10個變異嘅話咧，就可能呢個病毒咧應該已經喺度 circulate 咗一段時間，譬如可能2、3個月咁樣嘅。咁呢樣嘢就真係要再研究先知咯。不過咧就佢嗰種咁戲劇性咁樣嘅變化變成主流病毒咧，未必完全係真。咁至於佢嘅傳染性咧，而家亦都好難講啦。喺香港嗰2個 case 咧，就即係一個傳染一個都好似好容易啊。咁但係咧就大家要知道，南非咧基本上就係因為一路即係之前咧都已經個 case 已經比較低，咁所以放鬆咗啲公共衛生措施啊。喺個放鬆咗環境嘅底下咧，如果有一種新嘅病毒，佢有少少傳染性高咗都好啦。咁因為你放鬆咗咧，佢可能都傳染好快。咁所以都係嗰句啦，就需要多一啲嘅資料喺其他地方都證明到佢個傳染性係高咗嘅，咁我哋先能夠講得實。第二個問題，大家經常會問嘅就係話呢個咁 Omicron 會唔會引起啲更加嚴重嘅病症、更加嚴重嘅肺炎呢？嗱，呢一個咧。即係好老實講，呢個階段咧真係冇辦法回答嘅。即係佢可以變得比較引起嚴重啲嘅病，亦都可以引起啲輕微啲嘅病咁樣。即係講咗等於冇講，不過呢個就老實説話啦，因為我哋唔夠資料啊嘛。咁但係咧就嗱，如果佢引起嚴重啲嘅病徵，大家都知啦，即係唔使講都知後果嚴重啦。咁但係如果倒翻轉頭，即係如果引起一啲輕啲嘅病症，譬如話佢引起一啲嘅 Covid 咧係好輕微嘅，多數都係傷風感冒嘅啫，好少會入院或者肺炎啊或者死亡嘅。嗱，如果咁樣的話咧，就未必係壞事喎。尤其是如果呢隻咁嘅病毒佢係傳染性高咗，但係啲輕啲嘅疾病嘅話咧。咁其實咧，我哋就唔係好太介意佢傳開去喎，因為如果大量傳開去嘅話，大家就算感染咗都係普通傷風感冒。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就會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咧更加對呢種病毒咧就有嗰個抵抗力啦。咁如果大部分人都對呢個病毒有抵抗力嘅話咧，疫情咧就會最終終結啦。咁嗱，呢個當然咧就係一個好樂觀嘅睇法。咁但係唔係冇可能嘅。咁如果呢樣嘢真係好彩係事實嘅話呢，咁就其實我哋而家嗰啲疫苗，大家成日詬病佢就話佢嗰個保護唔全面啦，唔能夠只係能夠保護重症，唔能夠保護輕症，一樣會感染啲病毒呢。
咁樣就唔係壞事嚟噶咯喎，因為唔係完美嘅疫苗咧，就留咗一個空間俾我哋咧可以感染一啲引起啲輕微啲病症嘅病毒咧，而令到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就更加完美，可以咧就令到嗰個疫情結束，即係叫做因禍得福啊！嗱，成日都有人話咧，就係即係啲病毒咧，應該咧就如果佢變得傳染性高啲咧，佢嗰個致病嗰個嚴重性咧就自然會降低噶啦。因為咧病毒都唔想即係殺咗嗰個人，令到自己傳染唔到開去噶嘛咁樣。嗱，呢一個咧就有一個謬誤喺度咧，就大家其實要細心留意。其實 Covid 呢樣病咧，初頭咧就引起一啲好似傷風感冒嘅病徵啦。咁差唔多都要隔2個禮拜啊，甚至再長啲時間咧，先至會引起嗰啲肺炎啊、嚴重啊、入院啊、死亡嘅情況嘅。咁所以嚟講咧，就即係大部分嗰個病毒傳染咧，都喺呢個中間嗰個時間裏面咧完成嘅。即係話你初感染病徵輕微，到嚴重之間咧，佢有一個好長嘅時間俾佢傳染其他人嘅。咁所以咧，其實病毒咧就唔係有一個好強嘅受到壓力咧，去令到自己減低嗰個致病嗰個嚴重性嘅。因為反正好似而家咁樣，佢一樣可以令到譬如話老人家啊，或者有啲身體弱嘅人咧，就引起肺炎啊、死亡咁樣。咁佢仍然可以傳到咁犀利喎。咁所以咧，其實就唔係有一個好強嘅傾向咧，就話令到佢變弱啲，引起啲輕微啲嘅病症嘅。咁不過倒翻轉頭嚟講咧，以我哋而家 so far 見到嘅經驗嚟講咧，就譬如之前嘅變種病毒，譬如話 Beta 啦、Gamma 啦、Mu 啦呢啲。Beta、Gamma、Mu 咧係比較有能力咧避開我哋免疫系統嘅攻擊咧，就去感染我哋，引起啲嚴重嘅病嘅。咁但係咧就呢幾種咧就最終個傳染性係麻麻地嘅。咁變咗咧就慢慢咧就可能俾Delta 咧拱埋一邊，佢傳唔開去啊。另一方面咧就即係傳染性高嘅病毒叻啲嘅病毒咧，就譬如話 Alpha 啊、Delta 呢啲咁樣咧，咁就即係佢咧就主要咧就係傳染性嗰個能力咧就比較高一啲。我哋咧就未見到SARS-CoV-2 呢隻病毒有嘅任何變種咧，就又引起嚴重嘅病，又傳染性高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隻病毒係會唔會都係跟住呢個 rule 去走啊？定係會即係有啲我哋意想唔到嘅兩樣最差嘅嘢都集合埋一身咧？咁我哋要睇多啲 data 先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就之前 Beta 病毒咧都係喺南非嗰度最初發現啦。咁今次又走個 Omicron 出嚟，究竟係咩原因咧？咁原因可以好多啦。咁但係其中一個因素咧，大家要知道就係南非咧，其實好多人患愛滋病嘅。咁愛滋病大家知啦，就即係免疫系統咧就嗰個功能就唔好。咁而家當然有藥物可以治療，咁亦都咧就中間咧亦都唔少人咧都係打咗呢個Covid 嘅預防疫苗嘅。咁但係咧就始終嗰個免疫系統咧都係麻麻地，咁所以如果呢啲人咧就感染咗 Covid 嘅話咧，佢身體個免疫反應咧只能夠一部分咧就對抗呢個病毒嘅啫，咁變咗咧病毒同呢個身體個抗體啊個免疫力咧就陷於一種膠着嘅狀態，一種拉鋸戰啊。咁變咗就即係病毒咧就不斷受到一啲嘅攻擊，咁但係又唔係致命嘅喎。咁病毒受到呢啲壓力之後咧，佢就會嘗試去發展一啲變異出嚟咧，去克服呢啲咁嘅即係免疫系統嘅攻擊。咁總有一日咧，佢就會發展一個比較完善嘅病毒出嚟咧，係可以對付到呢啲嘅即係免疫系統嘅壓力嘅。咁所以咧就產生呢啲變異出嚟啦。有少少咧就等於即係好似你食抗生素，即係你食唔晒一個療程嘅話咧，就俾啲細菌咧有機會歇息一下咧，就發展一啲特色出嚟咧，能夠對付你嗰個抗生素，令到你下次再食呢個藥嘅時候咧，就失去咗個藥效。當然大家好關心嘅咧就係究竟呢隻咁嘅新病毒咧，會唔會令到疫苗咧個效果又再差一啲，令到疫苗失效咧？
嗱呢樣嘢咧都係難講嘅，咁但係咧就以往我哋嘅經驗咧就睇得出就係話，譬如話好似呢個 AstraZeneca 疫苗咁計啊，咁當初咧喺南非咧佢哋就發覺即係嗰個效果咧就預防一啲輕度到中度嘅 Covid 咧就個效果係得62%啫，咁所以南非當局咧就覺得非常之唔滿意，咁但係咧就後尾譬如加拿大嘅研究就發現咧就喺加拿大即係呢兩針嘅牛津疫苗 AstraZeneca 疫苗咧，就預防入院啊或者重症死亡嗰啲咧，就都去到80% 嘅。咁即係話咧，就佢疫苗咧一般嚟講，要對付輕症當然係差少少嘅。咁但係咧對付重症咧，通常個效果都好嘅，即使咧有新變種出現。咁所以即使咧而家我哋都唔能夠肯定係咪即係呢隻病毒咧會令到啲疫苗失去效果。咁但係咧我哋都仍然覺得係真係如果可以嘅話，盡快打針，尤其是一啲譬如老人家65歲以上啊，有啲長期病患嘅人咧，咁啊盡快要打咗針。如果打咗2針嘅都可以考慮咧打埋第3針，咁就會比較穩陣啲啦。咁特別提一提咧，就打咗 Johnson & Johnson 疫苗嘅人咧，如果你之前淨係打咗1針咧，咁因為咧就我哋發覺咧就 Johnson & Johnson 疫苗咧，如果能夠打2針，咁就效果會更加好嘅，即係對於防止重症咧嗰個功效咧就會更加完美。咁如果你淨係打咗1針 Johnson & Johnson 咧，盡快又打翻第2針，第2針咧可以係 Johnson & Johnson， 亦都可以係另外一啲 mRNA 疫苗，即係譬如 Pfizer 或者 Moderna 咧都會好嘅。咁都係嗰句啦，大家咧最緊要密切留意最新嘅消息。我咧就會喺適當嘅時候咧就同大家 update 呢個 Omicron 嘅最新情況嘅。大家保重，咁多謝大家收睇，請你留言、點讚、訂閱，下次再見，拜拜。